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人类，虽然大多语言不通，生活习惯不同，但有一些基础的认知却是极为相似。这一点在神话中体现得非常明显。就像人们常说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，而神话其实也起到相同的作用。世界上各大文明的创世神话、造人神话、洪水神话等等，都有非常相似的元素，可见最初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有一定的共性。比如在世界神话中，普遍认为天上是好的，天上有天堂，有神仙，而地下是不好的，地下有地狱、魔鬼。这种固有认知其实很令人疑惑，为什么都认为天堂在上，地狱在下？天上就一定比地下好？为什么不能是神仙住在地下，魔鬼住在天上？世界为什么会普遍产生这种天上比地下好的认知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风水小道士，是一个立志成为像菩提老祖一样，对于儒道禅都能参透的道士。频道内是讲述阴间地狱、天道神仙、福道菩萨等相关内容的。如果你对此类内容感兴趣，还请按赞关注我。据传说，天堂和地狱无论是在办公场所、娱乐场所、居住面积，还是吃的东西、用的工具等各方面都是完全相同，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区别就在于人们在一起相处的方式不一样。地狱里的人一个个都很自私，遇见时想到的首先是自己，自私自利思想特别严重，一丁点也不关心别人。而天堂里的人就截然相反，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大局意识，互帮互助，集体观念强，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如何去解决，而不是逃避；遇到危险，首先想到的是别人，而不是自己。天堂里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，天堂梦是他们奋斗的目标，那里实现了天堂命运共同体，是一个和谐、安康、共享的地方，所以天堂里的人个个都精神饱满，气质非凡。天堂和地狱的人世界观方法论的不同，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相处方式的不一样。人类最初对世界的朴素认知必然有一定的合理性，看似很普通的设定，背后也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。对上下好坏、天堂地狱的认知，也体现了人类最初对世界、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理解。首先，上下对于人来说，并非是一个普通的空间概念，在人类的普遍认知中，上为好，下为坏。比如地位高的人是上人，地位低的人是下人，这个区别很好理解，上人就是贵族、皇帝，下人就是平民、奴婢。这种对上下级的区别，很明显就跟古代人类的社会结构有关，从最初的部落时代就有这种差别，首领自然要比一般人高，再往前推，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，就可能需要一个人在高处观察周围的危险，这很可能就是首领的职责。但正是这种地位差别，让人类产生上为贵下为贱的观念，而最上不过天，最下也不过地下，所以人类自古对高处、对天的向往，要远超过对钻地的欲望。当然，如果是老鼠来说，可能情况就是相反的了。当然，这种上下级的观念是人类意识觉醒之后才明显，还有一种生物本能，因为人类面对地上的危险要远比天上多，躲在树上等高处代表着安全，所以人类本能对上有好感，对下有恐惧。这也就是天堂在上，地狱在下最初的根源。最后就是神话诞生的根源和过程。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展现的力量，多来自天上，电闪雷鸣，雨雪冰雹，人类无法理解，就归功于神仙的力量，从而产生了各种神话。这些自然现象来源于天，神仙自然也都住在天上。而神仙住的地方，自然就是天堂，先有神仙，后有天堂，这是神话的演变顺序。地狱也是一样的，人类普遍是土葬、死人、地下、魔鬼、地狱，基于这种神话演变，自然就产生了天堂在天上，地狱在地下的设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仙在天上，魔鬼在地下，从而衍生出天堂在上，地狱在下的普遍认知。天上代表了人类对永生的向往，地下代表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。总之，天上比地下好，是源自人类古老而朴素的神话世界观，其根源可能比神话还古老。
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